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由6度团队整理而成。中国通常很擅长篡改历史，混乱而复杂的真相。纽约时报、纪思道。在我数十年的报道经历中，1989年在北京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无武装亲民主示威者使用战争武器，是我最刻骨铭心的经历之一。因此，在那场城市大屠杀34周年的几天前，当中国政府的辩护者坚称这根本没有发生时，我感到非常愤慨。更糟糕的是，我发现他们引用的一个目击证人竟然是我。所有这一切反映了中国政府试图篡改历史的努力，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予以反击，并说出我在1989年6月3日至4日那个可怕的夜晚实际看到的事情。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进行了7个星期，吸引了大量支持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当政府于6月3日晚从几个方向派出估计有20万以上的士兵入侵首都，当军队抵达天安门广场并对我所在的人群开火时，我正在广场上。我找到任何可以遮掩的地方，观察了几个小时，目睹中国人民共和国屠杀人民的情景。政府的辩护者称示威者采取了暴力行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民主运动一直是和平的，但在那个晚上，愤怒的平民向军队投掷砖块和石头，并私刑了一些与示威者分离的人。我还看到2辆被摩洛哥燃烧瓶点燃的装甲车。然而，只有军队有枪，所以那个晚上发生的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这种残忍难以言喻。那天晚上，一名学生从日本研究生院回来，但他从机场坐的出租车无法穿过长安街。他下车，试图步行穿过，结果被人从背后射杀。我们和一个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家庭的一个10几岁的孩子，在6月4日早上骑自行车上班，远离天安门广场和任何示威者，士兵将他射杀。我和我的妻子，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努力在北京各个医院和太平间获取死亡人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关系。我们当时的估计是，在首都有400至800人被杀，数千人受伤。我当时学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受害者与施暴者一样会撒谎。在任何可怕的不公正事件之后，我们往往会不信任压迫者，同时对被压迫者宽容些。事实上，对所有方面保持怀疑是明智的，因为当人们在暴行中幸存下来时，他们会自然地对所听到的事情产生愤怒，加剧愤怒，或声称自己亲眼目睹了他们只是听说过的事情。西方人太轻信了。英国大使在一份电报中报告称，至少有1万人被杀。纽约时报重新发表了一篇所谓的目击者关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处学生大屠杀的报道。纽约时报随后刊登了我的回应，坚称在广场上的那个确切位置并没有对学生进行大屠杀。那些在纪念碑处的学生经过与军官的紧张谈判后被允许离开，但军队在长安街上开枪射杀了示威者，并在广场北部和城市其他许多地方发生了大规模屠杀。中国政府的支持者基于我的那篇文章否认了在北京发生过任何大屠杀，暗示我报告称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大屠杀。我的努力被滥用以推动中国政府的捏造事实。本周我同在美国的一位中国记者朋友表示同情。他指出，社交媒体上的这些否认言论是对外的，而在中国内部通常是找不到的。他说，在国内不允许进行这种否认。他说，谁知道通过否认，你是否在玩反讽？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擅长用讽刺和机智的方式效仿官方言论。因此，在中国内部，政府传达的不是他自己的事件版本，而是压制任何有关该话题的讨论。这是一个禁忌。香港曾经是有关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记忆库，但中国压制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并监禁了像出版商兼民主活动家黎智英这样的独立思想者。中国通常很擅长篡改历史，部分原因是利用语言。在中国，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被称为解放，朝鲜战争被称为抗美援朝战争，而由于毛泽东的政策而导致的1959年至1962年的饥荒，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被善意地称为自然灾害的3年。人们曾经期望互联网和信息革命会开放中国，伟大的意见人士刘晓波将互联网称为上帝赐予中国人民的礼物。然而，迄今为止，这一希望尚未实现，刘晓波被监禁并在拘留中去世，尽管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扭曲历史当然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在对罗兴亚族群进行种族灭绝之前，缅甸否认他们的存在，将他们称为非法移民。沙特阿拉伯掩盖了对我朋友《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麦勒
卡舒吉的谋杀。甚至在美国，围绕历史教育和对过去的控制，文化战争屡见不鲜。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写道：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然而，奥威尔可能过于悲观了，因为在波兰、罗马尼亚、蒙古、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台湾，我见证了被压制的历史最终重新浮现，就像中国的一句谚语说的那样，春雨后竹笋般涌现。在台湾，1947年的抗议者大屠杀曾经是不可提及的，现在有一个公园纪念受害者。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也将赞美1989年的英雄们。在此之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尊重真相，通常是一种混乱而复杂的真相，仍然隐藏着许多谜团，并在捷克出生的作家米兰·昆德拉所描述的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中尽我们的一份力量。中国的 GDP 和实惠超过美国。经济学人在20年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美国的 14%， 按市场汇率计算。然而，早在当时，一些勇敢的经济学家就开始推测中国何时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2003年，高盛发布了一份有影响力的报告，预测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将出现在2041年。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在2007至2009年期间爆发，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缩小的速度远远超出预期，这归因于美国的经济动荡、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及人民币的稳定升值。到2010年，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美国的 40%。高盛将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从2040年代初提前到2020年代末。与此同时，本报更加乐观，创建了一个交互式图表，让读者根据不同的增长、通胀和汇率假设进行预测。基于默认的假设，中国的经济胜利时刻可能会提前到2019年。然而，5年后，这种乐观情绪变得有些荒谬，不是因为中国的增长未能达到预期，而是由于通胀调整后，人民币的升值突然停止。中国在2015年笨拙地贬值人民币，引发了投资者的恐慌，他们担心人民币将进一步贬值。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日期变得更加遥远。到了2015年底，我们的姊妹公司 EIU 预测，中国将在2032年超过美国，比1年前的预测推迟了8年。这些关于中国经济命运日期的推迟，引发了人们对是否会实现这一目标的怀疑。中国的生产率增长放缓，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劳动力已经开始减少，并且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加速下降。根据 Capital Economics 的预测，如果中国的 GDP 在2030年代中期没有超过美国，那么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其他预测机构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洛伊研究所和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等认为，中国的 GDP 在2030年代的某个时候将超过美国。例如， EIU 现在认为这将在2039年发生。这个预测与20年前高盛的初始日期非常接近。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年中经历了起伏，因此对其未来的期望已经回到了起点。有时候，从远处看未来会更容易一些。德桑蒂斯将中国问题转化为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外交官在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前，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提斯已经勾勒出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方面如何应对中国问题。在正式宣布参选总统的1个月前，德桑提斯展开了一次亚洲的外交使命，其双重目的是，表面上是加强佛罗里达州和日本之间的经济联系，而实际上是表明他决心与亚洲民主国家结盟，以对抗中国。作为一位自称反激进主义战士的人，德桑提斯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战争，这已经超越了佛罗里达州，影响到整个国家。他签署了限制堕胎服务、放宽枪支管制和禁止多元包容性计划的法案，这些举措受到保守派的赞赏，但也招致了自由派的强烈反对。为了应对中国问题，德桑提斯采取了与处理国内政治相似的方法，将复杂的问题简化为文化战争中的战斗。他常常将中国和中国公民简化为中国共产党 CCP， 并倡导法案以对抗 CCP 的恶劣影响。他不仅禁止了 TikTok 在佛罗里达州的学校和政府伺服器上的使用，还出于安全原因限制中国公民在佛罗里达州的农业用地、军事基地附近土地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购买。尽管德桑提斯在有关乌克兰的问题上暧昧不明，因为他试图吸引共和党内的新右派，他对抗中国的努力却倍加努力。与在美国国会中被搁置的大量表演性中国法案相比，德桑提斯积极推动自己的法案，将其定位为在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战争中领导的宣言。例如，
禁止中国公民拥有某些财产的法案也在其他比佛罗里达州更保守的州提出，如阿肯色州和德克萨斯州。但到目前为止，佛罗里达州是唯一通过此类法案的州，尽管面临一系列抗议。德桑提斯的目标是在全国和国际上宣传他的反中国意识形态政策。他以积极进取的方式为荣，将他的立法视为保护美国利益免受外国威胁的蓝图。他将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框架化为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叙事，从中能够区别自己和共和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尽管特朗普被广泛认为是激发许多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对手的主要原因，但他主要通过经济角度来处理中美关系。例如，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是为了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但他拒绝因中国的人权问题制裁中国，以避免扰乱贸易谈判。直到 COVID-19 爆发，他才将对中国的鹰派转向推向高档。就在那之前的几个月，他实际上还是图通过与中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修复受损的中美关系。相比特朗普的以商业为导向的机会主义，德桑提斯这位前律师更关注法律和秩序。他显然对中美贸易赋予较小的重视，更关注中国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尽管中国与佛罗里达州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中国是该州的头号进口伙伴和第10大出口伙伴，但德桑提斯在亚洲之行期间避开了中国。相反，他选择访问甚至不在佛罗里达州前10大贸易伙伴之列的日本。值得注意的是，德桑提斯将他倡导的所有反中国措施都归纳为国家安全的范畴，涉及从网络安全到食品安全的各个方面，却没有提到任何经济影响。以捍卫美国的经济自给自足为名，德桑提斯很可能寻求与中国真正脱钩。尽管特朗普也承诺采取脱钩措施，如限制中国投资并要求中国支付数万亿美元的 COVID-19 赔偿金，但他的历史记录表明，他对与中国进行谈判的开放程度可能比德桑提斯更高。这种分歧为德桑提斯提供了在中国政策上与特朗普区分自己，并可能赢得后者及右翼支持者的机会。面对像德桑提斯这样意识形态上具有侵略性的中国鹰派，特朗普预计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至少在他确保共和党提名之前。在这种影响下，全国范围内的共和党政治家可能会受到刺激，推动更多反中国立法。与德桑提斯的反激进主义运动相呼应，美国政治中的中国政策越来越多地以意识形态的叙事方式来表达。这种转变可能在中国问题上形成一个看似两党一致的共识下的更大分歧。在国会中，我们已经看到由文化战争引发的关于禁止 TikTok 的党派分歧，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支持中国社区反对反中国法案，并担忧种族主义问题。随着不断进行的文化战争，这样的立法可能在中国问题上进一步分裂两党。总的来说，罗恩·德桑提斯将中国问题转化为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这使他能够在共和党内区别自己并赢得右翼选民的支持。他的外交政策焦点是与亚洲民主国家结盟，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然而，他的政策与特朗普的立场相比，更加倾向于以国家安全为重，而非经济利益。这将在共和党内产生更多的辩论和分歧，并可能对全国范围内的中国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这种文化战争可能导致更大的党派分歧，进一步加剧中国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对立。欧盟应该倾听最年轻的公民的声音。外交政策。根据政治学家的说法，马斯特里赫特一代或那些完全在欧盟 EU 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人，准备在塑造欧盟的未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文章出现在外交政策中，指出民主、法治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是这些最新一代欧洲人身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对欧盟未来的积极方向来说是个好兆头。此外，他们对传统政治越来越不满，而是转向社交媒体和抗议运动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尽管欧盟已经完成了2028年的财政预算，但该报告建议欧盟转向对马斯特里赫特一代的投资，他们将在未来1-2年内从大学毕业，为他们制定一个后 ERP 计划。这可能有助于构思加强一体化、社会和经济创新的具体建议，以深化欧洲团结，并再次提高欧盟在其成员国中的相关性。作者强调了在保守派人口持续减少的时候，欧盟投资于培养年轻政治家潜力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传统政党将不得不将其政治意识形态和框架演变为进步话语。阿富汗巴基斯坦关系的突破。外交官。自塔利班于2021年8月重新夺取权力以来，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关系遭遇了一段不确定时期。巴基斯坦特别关注跨境恐怖袭击，这些袭击夺去了许多生命，尤其是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的生命。巴基斯坦曾预期塔利班将采取具体行动打击巴基斯坦塔利班 （TTP）， 或者至少阻止该组织在巴基斯坦领土上发动袭击。然而，这一希望未能实现。TTP 在最近几个月内发动的袭击增加，进一步复杂化了双边关系。然而，为了增强合作和解决安全相关问题，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已经建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以便促进两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塔利班外交部和巴基斯坦驻喀布尔大使馆将组成这个委员会，体现了塔利班政权与巴基斯坦进行实质性接触并确保持久和平的承诺。该任务小组的建立将对限制激进组织的活动和防止跨境入侵起到重要作用，对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做出重大贡献。此外，最近开通的斯平博尔达克恰曼边境贸易路线进一步促进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无缝贸易，使两国的商业社区受益。这些合作努力不仅促进经济发展，还增进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为了解决恐怖主义问题，阿富汗塔利班当局还宣布计划将数千名巴基斯坦难民从边境省份搬迁到远离边境地区。此举旨在防止他们参与巴基斯坦的袭击或暴力行为，正如伊斯兰堡所指控的那样。通过将这些难民迁往阿富汗偏远省份，塔利班旨在确保他们无法接近边境地区。这一举措解决了巴基斯坦关于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瓦吉里斯坦地区进行反恐行动后逃往阿富汗的难民群体中存在 TTP 领导人和战斗人员的担忧。为什么土耳其民意调查者没有预见到埃尔多安的胜利？外交政策。在土耳其最近的总统选举中，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的执政党人民联盟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获得了 52% 的普选票，并在议会中获得了明显的多数席位。埃尔多安现在已经连续领导了该国25年，尽管反对派依靠经济不景气、通货膨胀加剧和全国范围内对埃尔多安的抗议活动，但自由但不公正的选举使埃尔多安重新掌权。反对派未能认识到埃尔多安两极分化叙事的力量，也未能对反对党领导的基于虚假主张的宣传提出异议。埃尔多安的身份主张有两个支柱：首先，将反对党与库尔德工人党联系起来的言论；其次，反 LGBT、反西方、亲保守的家庭价值观宣传。反对派似乎贬低了埃尔多安在航空航太和军事装备发展方面的成就，未能捕捉到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经济问题、经济管理不善以及选举前过于昂贵的财政扩张迫在眉睫，国际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土耳其通过埃尔多安政府的未来。谢谢收看评论简报，请通过6dobrief.com订阅。